被公司裁员那天，妻子哭着说要和我共度难关。我扛住重压，一天打3份工，只为给怀孕的妻子最好的生活。直到我无意间看到妻子的流产报告，才知道她为了攀高枝偷偷打胎。在我拿出报告单质问妻子的那一刻，妻子指着我的鼻子吼道：“没有物质，谈什么爱情？齐恒，我真后悔嫁给了你这么一个窝囊废。”我彻底心死，抛下离婚协议书，结束了为期8年的婚姻，还他自由。可当我东山再起，为他人戴上婚戒那天，妻子却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凌晨2点，妻子沈之画才匆匆赶了回来，明明脸上浓妆艳抹，可我还是一眼看出了她眉眼间的疲态。看到我端坐在客厅一言不发，沈之画眼中的心虚一闪而逝，皱眉问道：“阿恒，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虽是询问的语气，但我隐隐从中听出了一丝责怪的意味。我偏头看向沈之画，藏在桌底下的手暗暗握成了拳头。怎么，你是觉得我非要一天24小时都在外面干活你才满意是吗？听出我话语中的嘲讽，沈之画瞬间冷下脸来。齐恒，是你自己没本事在外面受气，回家冲我发什么火？有时间在这里朝我吼，还不如再去接几单外卖，多挣几块钱。沈之画的声音愈发尖锐刺耳，将我心中的怒火点燃到了极致。我起身将桌上的瓷碗狠狠摔在地上，怒声吼道：“钱钱钱！你满脑子都是钱！你每天吃的都是鲍鱼燕窝，衣服首饰用的是国际名牌。这些年，我有哪一天亏待过你？可你呢？你浓妆艳抹，早出晚归，就连我受伤了也从未关心过一句。沈之画，你到底有没有心？”沈之画被我的声音镇住，脸上的神色几经变化，最终沈之画的目光落在我渗血的膝盖处，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阿恒，我没想到你今天受了这么多委屈，对不起。沈之画整个人贴了上来，而我却厌恶地将他推开。刚刚缓和情绪的沈之画被我的举动彻底激怒，朝我怒吼道：“齐恒，我都说对不起了，你还在闹什么？我早出晚归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要不是因为你没本事被公司裁员，我和孩子怎么会受这样苦？”沈之画避重就轻，将所有的过错都往我身上推。这一瞬间，我突然觉得累了，随即我将藏在身后的流产报告单甩在了他面前，语气冷若寒霜：“沈之画，你还有脸提孩子？你背着我偷偷打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是我们盼了8年的骨肉？你怕那个男人因为你怀孕不要你，是吗？”沈之画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的流产报告，不甘地指着我，破口大骂：“你一天送外卖能有几个钱？我只是想要过得好，让自己的孩子不用生下来受罪，有什么错？我真恨自己瞎了眼，当初怎么就嫁给了你这么一个窝囊废？”此刻，沈之画终于不再遮掩对我的厌恶。我和沈之画在大学相知相识，直至步入婚姻殿堂，已经有整整10年。曾经的我事业有成，年薪50多万，妻子温柔贤惠，我们彼此交付真心，许诺一生一世。可婚后8年，只因一场裁员变故，恩爱的夫妻相看两厌。我曾庆幸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是妻子沈之画一直陪在我身边，默默支持着我。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来自妻子的背叛。看着沈之画如今歇斯底里的模样，我没有想象中的崩溃，反而还多了一丝坦然。
沈之画，我们离婚吧，你想要过更好的生活，我不拦你。话落，我将放在抽屉里的离婚协议书放在了沈之画跟前。早在看到流产报告单那天，我便登录查看了最近1个月的监控，结果如我所料，沈之画每天都趁着我深夜送外卖的时候，浓妆艳抹出门，又在凌晨1、2点的时候回家卸妆洗漱。这样反常的举动，用脚趾头想想我都猜到了大概。但现在的我已经无所谓了，只迫切地想要离开这个曾给予我温暖的家。沈之画显然没有想到我竟这般绝情，脸上的表情也有一瞬间的恍惚，迟迟不愿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然而我没有理会沈之画，拿出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箱，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在踏出门口的那一刻，沈之画的声音从身后转了过来，仍带着无尽的愤怒。齐恒，是你主动提的离婚，以后你可别后悔。后悔？我自嘲地摇了摇头。如今的我早已不爱他了。沈之画哪来的自信，以为我心甘情愿地忍受他的背叛？离开家后，我用为数不多的积蓄，在一个老旧小区租了房。房子虽然破旧，当我整个人躺在床上的那一刻，才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回忆往昔，我曾是企业高管，年薪50、60万，绰绰有余。和沈之画结婚后，更是贷款买了豪车豪宅，只为给他更好的生活。我从未想过自己能力不凡，在公司兢兢业业8年，却突然被裁，就连赔偿金也1分都拿不到。于是，为了不影响沈之画的生活质量，我开始兼职打3份工，送外卖、快递押运，只要给钱，我都拼了一条命的去干。以至于今天为了多接几单外卖，我一个不慎连人带车跌进了坑里，淋着一夜暴雨回了家。而沈之画对此毫不关心，甚至于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窝囊废。我摇了摇头，将不好的回忆尽数从脑海中抽离，终是睡了今年来的第1个安稳的好觉。天蒙蒙亮时，我便又穿戴整齐出门接单。今天90%的东西都来自一个地址。我忙不迭开启导航，一路安稳地朝着某个高档小区开去。刚来到指定地点，大门打开的那一刻，竟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沈之画穿着一身性感浴袍睡衣站在门口，在他抬眼与我对视的那一刻，手上的力道骤然一松，包装良好的汤水瞬间洒了一地。齐恒，你怎么在这里？沈之画声音压得极低，似乎生怕房子里的主人发现我的存在会不高兴，便急着把我撵走。而我却伸手打断了沈之画的触碰，语气毫无波澜。沈之画，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你又何必遮遮掩掩？动静声音不小，房子里的男人闻声来到了门口，将我方才的话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眼前的男人我认识，正是大学时期曾追过沈之画的学长苏景晨。只不过那个时候，沈之画依偎在我的怀里，看向苏景晨的眼里满是不屑。我告诉你，我家阿恒长得帅，会赚钱，还对我神情专一，你再有钱又怎么样？从那天起，苏景晨便办理了退学手续，前往国外。没想到才短短几年，曾嘲讽苏景晨满身铜锈味的沈之画，现在竟对他曲意逢迎。苏晨景看向我的目光满是嘲讽，顺势将身旁的沈之画搂得更紧。齐恒，这么久没见，没想到你活得比之前还要窝囊，一副穷酸样，难怪沈之画不愿意伺候你。话落，苏景晨还刻意伸手挑起了沈之画的下巴，当着我的面朝着他的唇狠狠了下去。然而令他失望的是，
我脸上并没有半分心伤狼狈的表情，反而笑着鼓起掌来。沈之画、苏景晨，祝你们长长久久，我还有外卖要送，就不在这里耽搁了。说罢，我不顾身后二人惊愕的目光，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高档小区。一连送完所有的订单，已经是晚上10点。如今我没有必要每个月花3万块钱养着沈之画，上班自然也不着像以前一样拼命。当我洗漱完正要睡觉之时，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过来，我皱眉点了接听，电话那头却传来了沈之画的声音：“阿恒，你今天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过我和苏景晨在一起也只是演戏，为了我们的未来而已。你有必要非要闹离婚吗？”沈之画的语气隐隐带着一丝怒意，但似乎怕我难过，又缓和下了语气：“上次你提的离婚，我只当你在开玩笑，我们都冷静几天好不好？”我不明白。沈之画对我一口一个窝囊废，因为不想受半点苦，便朝苏景晨低头。如今我决定放手还他自由，他却告诉我一切都是假的。我的手指暗暗收拢，不由冷嗤出声：“演戏？别告诉我那个打掉的孩子也是在配合你演戏。”沈之画，我承认我以前是爱你，可并不代表着心甘情愿的让你把我当狗耍，也不代表着我身为你的老公能够大度到看着自己的女人对别的男人投怀送抱。说完，不等沈之画反应，我便当即挂断了电话。翌日一早，我刚要接单送外卖，却突然接到了被解雇的消息。为什么？一直以来我出单最勤，好评最多，你们有什么理由解雇我？看着面前咄咄逼人的经理，我不由怒上心头，连带着之前被无故裁员的愤恨也一同宣泄了出来。经理连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嗤笑道：“理由？谁是老板，谁是打工仔，连这点都分不清吗？是我们老板让你滚，嫌你破坏人家的好事，你怎么好意思赖着不走？”经理直接下了逐客令，命人将大门关上，并给我的电车上了锁了。一连走了好几家外卖公司、快递公司，所有人都将我拒之门外。此时我远远看着不远处高楼那2道熟悉的身影，自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沈之画和苏景晨在背后搞的鬼。我不由暗暗攥紧拳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现场。拿上一瓶啤酒，我静静地蹲坐在石桥底下，看着万家灯火，唯独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家。正黯然神伤之时，兜里的手机再次震动起来。我不耐烦地点了拒听，可一连5次，忍无可忍之下，仍是点了接听。毫无意外，电话那头依旧传来了沈之画的声音：“齐恒，你相信我，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像从前一样过上好日子。这些日子，你我都忍着点委屈，可以吗？”沈之画语气中带上了一丝祈求，仿佛回到了从前他温柔贤惠的时候，哭着我要陪着我共度难关。可惜同样话不能听第2次，被辜负的真心也绝没有可能恢复如初。忽然间，我朝着电话那头沈之画笑了许久。沈之画，你说陪我度过难关，原来就是要我失去所有，甚至抛弃属于男人的尊严。我齐恒没你想的那么下贱，我只给你1周时间，如果你还不肯签字，我就向法院起诉离婚，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无情无义。我的声音冷得吓人，沈之画那头只僵持了一瞬，便响起了嘟嘟的忙音。收起手机，我再度拿起身旁的几瓶啤酒，狠狠灌了下去。似乎只要我早些醉倒过去，就能忘记这段时间来的痛苦和折磨。然而喝了许久，浓重的酒精味道让我不禁扶着身旁的栏杆干呕起来。
直到整个人彻底失去力气，瘫倒在地。今夜的雨下得格外大，不稍片刻，便将我的全身衣服全部浸湿。正当我闭上双眼之时，身上倾泻而下的雨水瞬间被止住，抬眼便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来人正是我前公司老板的妻子唐婉。齐恒，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干？唐婉凌厉的眼神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逆着月光为我撑着雨伞，仿佛像是救死扶伤的救世主。而我只是略微挑了挑眉毛，冷声笑道：当初你的老公给我安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让我无故被辞退。你的老公亲手毁了我的一切，你现在又来装什么好人？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唐婉的下一句话便熄灭了我心中的怒火。我这里有我老公陈志伟的罪证，只要你帮我重启盛兰旗下的文峰公司，你之前所该得到的补偿，我都会10倍还给你，如何？经过这段时间的毒打，我自然知道金钱的重要性。于是，在收到关于陈志伟挪用公款并背叛唐婉的一系列证据之时，我欣然答应了唐婉的邀约。而后，我跟着唐婉来到了一处豪华的公寓。唐婉朝着我的方向抛来一串钥匙，语气一如既往的淡漠：今天起，你就住在这里，这2天收拾收拾，3天后跟我去参加一场酒会，到时候我自然会帮你拿回属于你的东西。闻言，我点了点头，便拿着唐婉扔下来的卡买了合适的衣服，并让专业造型师为我量身定造了参加酒会的发型。只不过刚做完这一切，我便在商场的拐角处遇到了沈之画。此刻，苏景晨挽着另一个女人的手臂，任凭那个女人对沈之画拳打脚踢。就是你这个贱人，趁我不在勾引我的未婚夫。我告诉你，这几个月来的钱和包包算下来500万，你必须一分不差地还给我。女人单手撕扯着沈之画的头发，尖锐的嗓音回荡在整个商场。沈之画身上价格不菲的衬衫被女人撕下了一道口子，散乱着头发，狼狈地朝着苏景晨投去求救的目光。苏景晨，你说过的，只要我配合你演戏，那些钱都是我的。沈之画的声音不大，可却一字不拉地传入了我的耳中。原来沈之画配合苏景晨演戏，不过是为了把苏景晨的未婚妻逼回来罢了。即便现在得知沈之画虽然没有在肉体上背叛自我，可我很清楚地认识到，从他决定打掉孩子，瞒着我与别的男人虚以委蛇，沈之画本以为苏景晨会看在合作的关系上帮他说话，可他很显然低估了人性的卑劣。苏景晨搂着那个女人，柔声轻哄着，随即满脸讥讽地看着跌倒在地上的沈之画。沈之画，多年前你嘲讽我的时候，可有想过今天还想要补偿？简直做梦！这500万你最好和你那便宜老公一字不差地还回来，否则别怪我告上法庭，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沈之画彻底失去力气，瘫倒在地，眼睁睁看着眼前的2人扬长而去。现在已经将近入秋，蒙蒙细雨从天而降，伴随着秋天的凉意，让沈之画不禁打了个寒战。看到沈之画眼神中的懊悔，以及抬手掩盖在早已平坦的小腹来回抚摸的动作，我想此刻他定然也想起来，这1年来我有多少个日夜冒着冬日的风雪，为了我们的小家而努力。我将手中的另外一把伞扔到了他面前，眼神淡漠的，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在看我的那一刻，沈之画颓然的眼神中透出一抹狂喜。阿恒，我刚刚说的话你全都听到了是不是？
你知道我和苏景晨在一起只是为了演戏而已，对不对？沈之画眼中满是希冀的光芒，而我不像往日一般为他遮风避雨，而是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决然的背影。淡漠的声音宛若化作锐利的冰刃，朝着沈之画的心中狠狠扎了进去。从你答应和苏景晨在一起，并打掉孩子对他蓄意勾引开始，我们之间早已经不可能了。任凭沈之画怎么都没有想到，在我遇到唐婉那天起，不仅拿到了关于陈志伟罪证，还得知陈志伟为了拿下城北的项目，竟然配合苏景晨将我辞退，目的仅仅只是因为沈之画维护我的一句话。可纵然8年前的沈之画对我情谊深厚，这几个月来，他主动朝着苏景晨投怀送抱的视频并没有半分造假，而从始至终，苏景晨只把沈之画当作消遣的玩物。思绪回笼，看着前来接送的黑色轿车，我不加犹豫打开了车门，只一脚油门功夫，司机便将我和唐婉带到了酒会的地点。下车了，唐婉自然而然挽起我的胳膊，冷冷勾起唇角，走进了酒会。此时，我远远看见前老板陈志伟竟牵着一个陌生女人，十分自然地与众人畅聊起来。周围的众人不禁纷纷感到艳羡，陈总真是好福气，竟有这么贤惠美丽的妻子，难怪事业会如此成功。面对众人的追捧，陈志伟和那个女人均脸不红心不跳地应下，直到一道冷厉的嗓音穿透人群，众人这才将目光放在了我和唐婉身上。陈志伟，我没有想到我在医院瘫痪的这些年，你又娶了新老婆，怎么？难道说我唐氏集团旗下的产业你都不想要了是吗？唐婉和陈志伟也在大学之时相知相识，为了照顾陈志伟那可悲的自尊心，唐婉从嫁人后便放心地将产业交给了陈志伟，而陈志伟却在和唐婉结婚后不久，便设计了一场车祸让唐婉瘫痪，不省人事至今。陈志伟经过8年的努力，终于不负所望，将唐氏产业尽数划到了自己的名下，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对公司进行大整改，为我无故被辞退早早埋下了隐患。看着我曾经尽心尽力对待的前老板，我眼中的恨意更甚。陈总，都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若不是当初有唐总的帮助，这8年来你也做不到现在的位置。怎么如今您还未和唐总离婚，便对着别的女人喊老婆，未免有些太不厚道了吧？见到我和唐婉的到来，陈志伟瞬间慌了神色，想要狡辩。而就在此时，宴会上的大屏幕早已将陈志伟做的亏心事原原本本展现了出来。每当屏幕上的画面转化一瞬，陈志伟的脸色便白上一分。随即，我掏出手机，将苏景晨和陈志伟见不得人的合作公之于众。众人不禁为两人的无耻程度倒吸了一口凉气。很快，唐婉便以擅自挪用公款的罪名，把陈志伟送进了局子，并以向劳动法起诉陈志伟对我的不公平待遇，将欠我的80万赔偿款10倍奉还。看着手中的银行卡，我不禁心下动容。为了感谢唐婉的帮助，我特意选了一处餐厅请唐婉吃饭，却不想就在此时，沈之画红着眼闯了进来，趁着我不备之时，一把拿起桌上的水杯，朝着唐婉的方向狠狠泼了过去。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勾引阿恒，阿恒才至今都不肯原谅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缠着阿恒恬不知耻的要去参加酒会，你这个小三狐狸精
怎么不去死？沈之化尖叫着，伸手想要朝着唐婉的方向扑过去，却被我挡在了跟前。冰冷的茶水从头到尾将我淋了个遍，尖锐的指甲划破了我的下颚，渗出细密的血水。我双眼凝视着眼前神色癫狂的沈之化，语气中已然带了几分怒意。够了，沈之化，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别再用你那肮脏的心思揣度别人。听到我的话，沈之化的动作一顿，随即咬牙看向我。齐恒，你为了这个贱人骂我肮脏，你果然是变心了，对不对？你说过永远会对我好的，你怎么能背叛我们当初的誓言？你到底还是不是人？说着，沈之化一如往日那般抬起手，欲图朝我脸上狠狠扇去，但巴掌还未落下，就被我伸手拦在了半空。沈之化，我只是和唐婉演戏而已，你有必要生什么气？我话音刚落，沈之化瞬间崩溃怒吼：演戏？有哪个女人可以容忍自己的丈夫对别的女人温声细语，左拥右抱？齐恒，你还要不要脸？听到沈之化的话，我不由再度笑出了声。所以你不能忍受被伴侣隐瞒背叛的滋味，却要我学会忍受是吗？沈之化，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竟然这么不要脸？沈之化终于回过神来，当初他怒骂谴责我的每一句话都在此刻化作回旋镖，狠狠地朝着他的心口扎了下去。一时之间，看着我和唐婉离开的背影，沈之化久久都没能回过神来。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我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可沈之化依旧缠着我不放，甚至整个人蹲坐在公寓门前，淋了一夜的雨。看到我开门的那一瞬间，沈之化眼眸一亮：阿恒，以前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求你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好不好？我们曾经那么相爱，难道你真的忍心现在放手？沈之化的眼神中带上了一丝祈求。瞧见我站在原地没有动静，沈之化再度沉下脸来：齐恒，这栋公寓的女主人是唐婉吧？只要我揭穿你和唐婉有私情，是你们联合起来只想对陈志伟谋财害命，我倒要看看你和你的新欢怎么心安理得的在一起。沈之化这些年虽然一直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对于商场上的弯弯绕绕并不陌生。他很清楚，唐婉这次虽然强势归来，但因为个人品格染上污点，即便是董事会想要维护他，可大众并不会为这样一个人渣买账。之前有多少人心疼唐婉，等我和唐婉私下关系亲密的事情暴露出去，唐婉的处境就会有多艰难。我皱起眉头，打量着面前的沈之化。由于这些年来他一直都悉心包养，面貌与大学时期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原本那双纯真的双眸，此刻却布满算计。我冷冷勾了勾唇角，答应了给沈之化一次机会。伴沈之化见我点头，忙满心欢喜地扑进了我的怀里。从这天起，沈之化仿佛卸下了大小姐脾气，每日为我准备早餐，并贴心叮嘱我的所有饮食注意事项。又一日，沈之化挽着我的手，一同来到了我们大学时期最爱吃的那家饭馆吃饭。沈之化将面前的牛杂推到了我的跟前，眼神似乎在追忆往昔。阿恒，我记得你大学时候的你最爱吃这家牛杂了，明明你喜欢吃牛肚，可为了让我多吃一点，总装作自己不爱吃的样子，把好吃的牛肚全部塞进我的碗里。今天既然我来请客，那牛肚自然管够。说着，沈之化忙不迭用筷子夹起一块牛肚送到了我的嘴边，而我却冷下脸来，狠狠甩开了沈之化的手。只见那一整块的牛肚咕噜一声便顺势滚到了地上。
沈之化隐忍着怒火，继续给我夹起另一块牛肚，却再度被我扔在地上。此刻，沈之化忍无可忍，直接把筷子狠狠拍在了桌子上。齐恒，直到现在，你都为了那个女人跟我赌气，你非要我跪在叔叔阿姨的坟前发誓，你才原谅我是吗？沈之化红了眼，眼中满是委屈和愤怒，而我却淡淡瞥他一眼，声音依旧淡漠如常。沈之化，早在5年前，我就吃不了牛杂了。这句话声音不大，却宛若一道惊雷，将沈之化心底的怒火劈得粉碎。沈之化这时候才想起来，5年前我还不过是部门一个小主管，为了签下项目，忍受甲方公司的刁难，把那一盆盆散发着恶臭、未经仔细处理的牛杂吃了下去。那天后，我吐了个昏天黑地，虽成功拿下项目升职，却对一切动物的内脏留下了阴影。那时候，沈之化心疼地将我抱在怀中，哭成了泪人，而我却只笑着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安慰道：“傻瓜，我没事。你看，老板因为我这次的出众表现，不仅给我增加了10万块钱的年终奖，还让我升职为了公司经理。以后啊，我们过的都是好日子，你该高兴才是，哭什么？”没想到才短短5年，沈之化早已习惯了奢侈享乐的生活，把我为他受的苦忘得一干二净。沈之化像个知错的孩子一般，慌忙想要出言解释，而我却掏出纸巾擦了擦手，便起身离开了牛杂店。刚走到门口，我便和苏景晨来了个面碰面。苏景晨看了看追在我身后的沈之化，再将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眼中的讥讽溢于言表。哟，这还是当初那个窝囊废齐恒呢，如见倒是打扮的人模狗样的，难怪沈之化这个婊子会厚着脸皮倒追上去。说到这里，苏景晨扯了扯嘴角，嗤笑得更大声。不过一个靠着榜上富婆才一朝咸鱼翻身，实际上还不是个摇尾乞怜的乞丐。有了苏景晨的带头，苏景晨的一帮狐朋狗友也纷纷搭腔道：“废物配婊子，也真是绝配！你都不知道沈之化这个婊子，背地里都骂你是穷光蛋、废物呢。”另一个也接着说道：“就是。”沈之化还说了，即便他真的跟苏哥睡了，你这条狗还得哈着脸给他送热毛巾呢。一瞬间，众人哄笑一堂。对于这些人的话，我自然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曾在唐婉提供的录像视频中，早已清楚地看到沈之化对我的厌恶，以及对苏景晨迎合的嘴脸。沈之化一张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忙扯着我的袖子哭诉道：“阿恒，这不是真的，这都是他们逼我这样做的。”然而我却冷冷甩开了沈之化的手，将手机上的录像画面尽数展现在了他面前。画面里，沈之化扭着细腰，姿态妩媚地朝着苏景晨身上贴去，脸上哪有半分被逼迫的意味。沈之化，我已经给过你机会，可你从头到尾都不曾对我说过一次真话。我深吸了一口气，即便此刻我早已经放下了对沈之化的感情，可再度看到自己曾真心爱过的人竟一次又一次伤害我，无异于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一般痛苦。沈之化没有想到我竟然有视频为证，双唇不由哆嗦了几下，一个不稳跌坐在地，看着我离开的背影，却再没有勇气阻拦。回到公寓，唐婉的电话便打了过来。苏家是唐氏集团如今最大的阻碍，具体怎么做，你该知道吧？唐婉自从和陈志伟离婚后，周身凌厉的气息收敛了不少，连带着这次说话都软了几分。我点了点头，随即开始登上了一个网址，
将这些日子来关于苏景晨和沈之画的视频整理汇总，用匿名 IP 发送给了方瑶。果然，与我意料到的一般，方瑶即便愤怒，可仍旧对视频抱有几分怀疑。见此，我只了然地勾了勾唇角，将实时监控上的内容全部同步到了方瑶的手机里。早在沈之画住进公寓那天起，我便趁他不备，在他的手镯上安装了实时监控器。沈之画曾亲眼看到过苏景晨的无情，意识到能够依仗的人只有我，所以我笃定他不会摘下这个银手镯。毕竟，那曾是我和他第一次确定关系时送他的礼物。此时，画面里，沈之画缓缓打开了苏景晨的家门，开口便是威胁：“苏景晨，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很在意和方家的联姻。只要我告诉方瑶我们之间发生过关系，你猜方家还要不要你？”沈之画看向苏景晨，眼神早已没有半点逢迎，反而满是怨气。他恨苏景晨联合陈志伟毁了我和他的家，也恨陈志伟那天面对方瑶的咄咄相逼，无动于衷。苏景晨冷下脸来，没有想到沈之画竟然背着他偷偷录下了视频。苏家身为是有名的世家，可苏景晨不过是最不起眼的旁系，是靠着和方家的联姻才被苏家器重。方瑶母老虎脾气，生平最不能忍受的是自己的老公有别的女人。要是没有方瑶的支持，我的一切都被毁了。沈之画，你到底想要什么？苏景晨直接挑明了沈之画此行的目的，难得放下姿态和他谈条件。沈之画见此，嘴角的笑意愈发放肆。我只有2个条件，第一呢，我要1个亿作为补偿。第二嘛，看着苏景晨逐渐惨白的脸色，沈之画笑得格外得意。第二，就是要你跪在齐衡面前，亲自为当初的事情道歉。毕竟要不是因为你的嫉恨，我和阿恒又怎么会分开？我又怎么会被你的那些狐朋狗友骂作婊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必须为我的一切付出代价。闻言，苏景晨皮笑肉不笑地答应了沈之画的条件，而我却从监控中看得清清楚楚。苏景晨垂在身后的手早已经青筋暴起。1个亿虽然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可苏家的金库都藏在老宅地下室，你想要，恐怕会麻烦你跟着我去地下室去拿钱。苏家钱财富可敌国，沈之画自然清楚。沈之画早已经习惯了贵妇一般的生活，在听到苏景晨提起的金库，眼中满是贪婪。而为了保险起见，沈之画在前往苏家老宅的时候，还特意请了3个保镖来盯着苏景晨。对于沈之画的举动，苏景晨不仅没有半分生气，反而一脚油门将3人全部带到了目的地。如苏景晨所说的一样，苏家老宅底下的确金碧辉煌，黄金、纸币堆叠成山，险些闪瞎了众人的眼。沈之画当即招呼着身后的2位保镖帮忙运送纸币。下一秒，苏景晨阴恻恻的脸却在他眼前无限放大。沈之画这才反应过来，早在踏进地下室的那一刻，他身后的2个保镖便被苏景晨安排的人迷晕拖了下去。沈之画，要怪就怪你太贪心！沈之画惊叫着朝着身后的石门跑去，却被苏景晨一把扯住了头发。皮肉撕裂的痛意让沈之画失去了反抗的力气。沈之画哆嗦着嘴唇说着会保守秘密，此时的苏景晨却是红了眼，声音宛若地狱阎罗一般冷漠无比。我只相信死人能够保守秘密。话落，苏景晨举起手中的匕首，
朝着沈之画的心口处狠狠刺了下去。然而，还不等他的匕首靠近沈之画半分，原本紧闭的石门便被外力轰然炸开。几位身穿警服的队员纷纷持枪打落了苏景臣手中的匕首，并顺势将他压在了地上。而苏家的亿万家产，经过警方核实，都是通过灰色产业获取的，进而苏家有关人员全部被判处死刑，连带着家产都被收纳国库。曾致力于 A 市之巅的苏家便这样轰然倒台。在警局那天，沈之画看到我和方瑶的身影，才意识到一切都是我在背后搞鬼。齐恒，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而你却联合这个差点打死我的女人设计害我，你到底还有没有心？沈之画猩红着双眼，声声控诉着我的无情无义，全然忘记了，如果今天的一切不是在我背后盯着，及时报警，现在的他根本没有命站在我面前。我无视沈之画的癫狂，将离婚协议书扔在了他面前。沈之画，签字吧，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说过，早在你打掉孩子的那天起，我们之间就已经不可能了。在律师的干涉下，沈之画即便心有不甘，却不得不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天，我竟有一种重获新生的喜悦。那天后，我便作为唐婉的第一把手处理公司的大小事务。在工作交涉的相处中，我和唐婉的关系也逐渐频繁起来。齐恒，你对我有没有过半点喜欢？一向行事雷厉风行的唐婉，竟头一回在我面前露出了如此小女儿家的一面。我想，我对她该是有那么一丝不同的感情的。从她在天桥下为我撑伞，为我搜集沈之画和苏景臣的证据，带着我出席酒会，以及教我更深层次的工作经验开始，我的心早已经在她的身上找到了归属。可面临过背叛的人，再不敢轻易相信感情。我望着唐婉柔色的双眸，提出了心中的最后一丝疑惑。唐总，一开始您为什么会选择我？我很清楚地知道，唐婉身居高位，即便知道了我和陈志伟几人的纠葛，他大可坐视不管，利用他人助力，强势回归。可偏偏他给予我一把伞，带着身处黑暗的我走向光明。对于我的疑惑，唐婉眼中并没有半分不耐烦，反而柔声笑道：“你还记得3年前，你身为陈志伟的手下，他亲自命你帮他拜托的人和事吗？当年陈志伟便动了心思，想要利用你亲手烧毁他犯罪的证据，并借你之手将早已用热油浸泡过无数遍的老宅一把火烧了。是你拒绝他的要求，并在回去时救助了一个医院的伤患，那就是我。”说完，唐婉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嘴角的笑意再难遮掩。一切都形成了闭环，这是你我之间注定的缘分。所以，你愿意相信天意吗？神差鬼使下，我凝望着唐婉深情的双眸，竟不自觉陷了进去。此后不久，我和唐婉订婚的消息早已传遍整个 A 市。沈之画得知后，疯了一般的换着不同的号码对我轮番轰炸。齐恒，你怎么能娶别人？我命令你立即取消和唐婉的婚礼，不然我就把你们之前苟合的视频发出去，让唐婉成为人人唾弃的毒妇。很难想象，这样恶俗的话竟然是从沈之画口中说出来的。我冷声嗤笑道：“你敢发一个试试？到时候你说是我和唐婉商业合作的消息劲爆，还是你背着老公打胎，与别的男人滚床单的行为更让人唾弃？”此时的唐婉早已经通过雷霆手段稳坐高位，就凭沈之画的几句闲言碎语，
根本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很显然，沈之画这才后知后觉想到了这一点，气势瞬间减了半分，临了只落下一句：“想要和那个贱人在一起，做梦！”对于沈之画的狗叫，我毫不在意，反而着落着婚庆公司为和唐婉精心筹备着半个月后的婚礼。半个月时间一晃而过，我朝着唐婉缓缓走去，单膝跪地，小心翼翼地将戒指戴在了她的手上。唐婉一时激动地红了双眼，伸手捂着嘴巴，久久没能说出一句话来。我却抬头，满脸温柔地看着未来与我携手相伴的妻子。今天的她格外美丽，灯光似乎为她的身上染上了一层金色光辉，一如我初见她那般耀眼。就在我将戒指戴在唐婉手上之时，场外却突然起了一阵骚动。许久未见的沈之画一袭婚纱，拿着我曾经与他的结婚照闯了进来。齐衡，你说过这辈子都只对我一个人好，可你却背信弃义，爱上了唐婉。我承认，我是没有唐婉有钱，也没有她漂亮有气质，能够为你的前途铺路。你现在发达了，却忘了落魄的时候，究竟是谁在背后默默只吃着你？说到这里，沈之画脸上的泪水像是不要钱一样哗哗往下坠，再度悲愤陈情：为了陪你度过难关，我不惜为你打掉了腹中的孩子。他虽然才3个月，可我早已经感受到了他的心跳。这是我们盼了8年才盼来的宝贝儿，却换不来你的半点疼惜。齐衡，你还是不是人？沈之画这般精湛的演技，让我都险些要为他鼓起掌来。今日当着众亲友以及媒体的面，沈之画妄图想用道德绑架我，逼我和他复合。可他忘了，现在的我没有道德。这样悲惨的经历，真是听者悲伤，闻者落泪。只是可惜了，沈之画，这场为期8年的婚姻囚笼，被创伤的人只有我。话落，我轻轻打了个响指，身后的大屏幕便忽然滚动了起来，将沈之画深夜而归以及我质问他为何要堕胎的事情全然展示在了众人面前。画面到沈之画蓄意迎合苏景晨并诋毁我的那一幕便戛然而止，可观众们都不是傻子，纷纷对沈之画进行了言语攻击。哟，他就是齐衡的前妻沈之画呀，真是不要脸，竟然说打掉孩子讨好别的男人是为了齐衡好，什么逆天言论，就是。我看沈之画一开始纠缠着不肯和齐衡离婚，就是为了两边通吃啊，生怕傍大款不成，自己老公也不要她，活脱脱一个吃白饭的，真是可怜了齐衡，竟然为了这个女人吃糠咽菜这么久，这样好的男人竟一点都不懂得珍惜。众人的谩骂声一浪高过一浪，每听他们多说一句，过往所受到的苦便又在我脑海中放映了一遍。我深吸了一口气，为自己这些年来的付出感到心痛和不值。唐婉也适时走过来，将我微凉的手心放在了他的掌心处，柔声安慰道：阿衡，以前的你受苦了。我摇了摇头，进而回抱住唐婉，语气极尽温柔，不委屈。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一遭，我可能永远不知道陪伴在我身旁8年的枕边人是人是鬼。是你的出现让我重获新生。保安将沈之画赶了出去，婚礼上的闹剧总算结束，直到被几人架着丢出门外。沈之画还在拼命地哭求着我的原谅，可他在看到大屏幕上我为了送外卖一次次跌倒挨骂受尽折辱的时候，也不曾流露出半分心疼。他知道我这些年来受的所有苦楚，却当作看不见，心安理得享受我的付出。如今我清醒了，他却不愿放手，真是无比讽刺。而沈之画也因为这次的举动
被全网谩骂，不得已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世，却在离开途中发生车祸，再无声息。而我和唐婉牵着手走到聚光灯下，看着大屏幕放映着我们像是相伴的点点滴滴，不觉露出了幸福的微笑。3个月后，唐婉便有了身孕，经过医院鉴定，是个可爱的女孩。又过了几个月，我和唐婉抛下工作琐事，满心欢喜地迎接女儿的到来。生产那日，有了我的陪护，不到1个小时，唐婉便顺利生产。抱着怀中粉粉嫩嫩的小女孩，以及唐婉唇角洋溢的微笑，我想，这就是幸福的感觉，真好。以后的我终于有家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